好，來看到是川普牛皮吹破了嗎？因為呢，我們沒有想到在美伊戰爭中，這一次特別來關心到是伊朗的飛彈基地說滿血復活了，33座當中有30座都還可以正常的做發揮。那麼美軍的軍火庫存則是快要被打完了，戰爭部還不敢公布到底具體在這場戰爭當中燒了多少的錢。好，趕快來關心到的是，在川習會的同時，美伊戰爭現在呢沒有停下來。而且根據了解，雙方都在積極的備戰當中。因為來自於美國的情報單位最新披露說，伊朗本月初已經重啟了荷姆茲海峽沿岸，一共是33座的飛彈設施當中，30座已經正式的把它給重新的啟動了。更關鍵的事情是，伊朗的整體戰力現在被重新評估，已經暫時回到了戰前水準，其中機動飛彈的發射車約恢復了70%，飛彈的庫存也恢復到了戰前的70%水準。再來就是它的地下飛彈城了，重新取回了達到90%的一個戰力。至於美國自己內部的保有戰力，則是拉起了警報。五角大廈這邊做了一個評估，目前美國消耗了達到1100枚的長程逆中巡弋飛彈，是美國庫存總量佔比非常的大了。發射超過1000枚的戰斧飛彈，大約是10年的一個採購量，並且消耗了大量的愛國者飛彈，還有他們的各式飛彈，幾乎都是清空庫存的。彈藥消耗掉之刻，五角大廈現在則是緊急要推這種低成本的巡弋飛彈，拼3年內希望能夠買到1萬枚左右。那麼美國還有能力繼續的攻擊伊朗，並且長期的攻擊、大規模的攻擊嗎？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伊朗又會不會反擊？艦長怎麼看？首先你要知道，在戰爭裡面大跟小的那個心態就是不一樣的。如果我今天是大，我是欺負別人嘛，我的心態就是我盡快的把你打死，這個戰爭就結束了。那如果你是小的，就像伊朗，他的心態就是我要活下去，因為我不可能打勝，那我怎麼活下去呢？我就是比气長，跟你在那裡憋。所以你知道，伊朗在這個戰爭裡面，它最大的一個戰略的一個原則就是，他們的外交部長講過4個字：對等報復。其實是2個，叫做對等報復，就是你打我，我才回手，這叫做報復，不是我主動攻擊你。然後對等，我不會亂打，你打我什麼，我打你什麼，基本上我不會去把我的力量一下子打光。所以他在整個的戰爭中間，你知道他們的基本的想法就是我要保存實力。我要活下去，這是一個小國家在作戰的時候他的想法。那因此现在你可以看到說他能夠拖下去，然後滿血回歸，然後又怎麼樣？我覺得完全正常，這完全是符合這個戰爭原則的一個事情。然後第二個呢，你說像現在再打下去，我覺得這個戰爭已經在收斂，因為美國知道他打不下去了。第一個是什麼？你知道，就是伊朗耐打。他為什麼耐打？他把東西都藏到山洞裡面，他那個地形是一個全世界最難去進攻的一個大的國家，所以他很耐打。第二個，他還能夠撐很久，撐的為什麼？有宗教思想，他不像一般人，他們都有一個將來我死掉會到天堂去，在阿拉面前，所以我要為我的國家，所以他可以撐很久。然後第三個就是我覺得最近俄羅斯發現了一件事情，你去仔細想想，俄羅斯在俄烏戰爭的时候，美國利用烏克蘭。這個烏克蘭是叫做代理人去消耗俄羅斯，對不對？那這次戰爭你有沒有發現，莫斯科突然發現他們反手，叫做反手為主了。對，而且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我為什麼不利用一個代理人叫伊朗，去消耗美國呢？所以你沒發現嗎？最近俄羅斯在積極的在資助這個伊朗，這中間最大一個就是因為它海那裡有一個叫里海。它離海伊朗有650公里的海岸線，這中間有5個港口，中間一個最大的有30多個碼頭，水深大概是7.5到8米，它可以停大概1萬到2萬噸的貨輪，最多的時候可以停3角，你說它可以運多少？所以如果我是俄羅斯的話，我現在就是收斂俄烏戰爭，我不打，我利用伊朗來打你。那我要提供的就是北約提供烏克蘭，美國提供烏克蘭的這些軍火彈藥是一樣的。是。那至於最後，由於是這個情形，我可以告訴你，美國不會大打伊朗。這個戰爭應該要收斂了。我覺得很快的時間，不管他談成最後什麼結果，再去爆發大打不太可能。那最後我們應該要關心的是，川普跟習近平的這個會談。
那對台灣的影響很大。对，好，這個西川會的同時，我們看到這個是伊朗戰爭的一部分。那或許在這一場西川會裡面，也會就伊朗的問題來進行討論嗎？這個我們後續還會再持續的做觀察。那另外回到我們剛剛的話題，就是說伊朗現在他說了要全面的在擴大對於荷姆茲海峽的管控，真的這麼有底氣嗎？那賴老師又怎麼看？當然有底氣，您剛剛已經介紹了，他對於赫爾木茲海峽的導彈基地，從原來33個被摧毀的，現在恢復了30個。那換言之，也就是說，美國摧毀的是表面，因為伊朗的山洞挖得夠深啊，然後那個密度夠大，所以美國的導彈炸毀的是洞口，沒有錯，它成功的、精準的炸到了。可是當停戰的這1個月以來，伊朗它把它挖乾淨了。挖乾淨了以後，發現裡面的並沒有被損害，沒有被損害，完全可以用。所以当他把那個洞口都恢復了以後，當他把那個地面的這些導彈基地都恢復以後，它裡面沒有被損害的導彈都被拉出來了，也馬上就可以打了。是，這是我覺得對伊朗來講，他很快的就發現他的導彈，美國的估計是錯的。美國認為他已經銷毀了他90%，其實相反，伊朗保存了。還有70%左右的戰力。那無人機更可怕，無人機是因為它原本就已經把無人機的生產基地建築在這個山洞裡面。那其實這個有點像過去在中國大陸很早期的時候啊，當時美國跟前蘇聯要對中國大陸發展這個核攻擊、核打擊的時候，大陸在當時就定了一個國防戰略，叫做3閃動。3呢，就是說把所有的這些能夠作為掩體的就是把它放到山區裡面去。閃就是分散，然後洞就是挖山洞，而且那個山洞挖的都很大。這個跟我們在早期抗戰的時候啊，那時候為了防止日本對我們中國重慶的轟炸，我們那時候也挖了很多山洞，把很多的國防工業都放在山洞裡面。其實這次伊朗看起來也好像從這個裡面學習到戰爭經驗，然後他們把很多的無人機的生產基地都放在山洞裡面。剛剛曾輝兄已經提到了，俄羅斯跟伊朗已經建立一個秘密的管道，這個管道被證明是有效。那麼以色列也曾經去轟炸這個伊朗方的這個港口，但是他沒有辦法摧毀這個港口，他海軍一樣有效。所以俄羅斯普丁他答應伊朗的外長去訪問的時候，那是2個禮拜前去訪問的時候，俄羅斯的普丁講得很明白，全力支持你伊朗的這場戰爭。俄羅斯普丁為什麼會這樣講？你美國、歐洲，你支持伊朗，支持烏克蘭武器裝備去對俄羅斯戰爭，俄羅斯就支持伊朗武器裝備去對你進行戰爭。目前已經被確定的是，所有的發動機俄羅斯可以供應，還有這個抗干擾的這個部分可以供應，另外這個導彈系統的這個 GPS， 俄羅斯可以協助，可以滿足。那還有目前大家發現伊朗的這個中程的彈道導彈，它的技術怎麼會突飛猛進？一般判斷應該是俄羅斯的這些導彈專家進入伊朗裡面協助他們，所以他們可以很快的就調整，然後就使它的這個中程的導彈的精準度很大。那你想，當伊朗都完全的在這次停戰間都做好了戰備準備，恢復了戰力了以後，他當然有底氣了。是，他對赫爾木茲海峽它的控制範圍就當然就可以擴大了。我想這個美國現在真的要用政治來解決了，不要再迷信軍事方面可以解決這問題。好，所以在停戰的期間，我們看到這個伊朗一方面在戰損戰力上面已經在快速的恢復當中，那另外一方面還有來自於俄羅斯的各種在軍事上面、武器上面、技術上面的援助。那美國現在看在眼裡，其實也很擔心，尤其是打到現在，其實非常非常的燒錢哦。这個是美國戰爭部做的一個最新的一個主計長的一個數字的統計，現在說對於伊朗戰爭的總成本攀升到290億美元。注意了，赫格塞斯在2週前的時候還說，比他的說法還暴增了40億美元，但是這不包括還有10座美軍基地還要修復，這個都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全部我們把它做一個計算，加起來大概這一場戰爭美國要花1兆美元，換算新台幣31兆左右。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是，現在呢，我們來看到最新的投票是共和黨仍然在國會支持力挺川普繼續打
這個伊朗哦，最後是這個限制總統戰爭權力的提案是以50比49再次的遭到否決，就是川普還是可以繼續打伊朗的意思哦。那這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投票當中有3名共和党員倒戈。老師怎麼看？共和黨員還能繼續挺川普到底嗎？這個投票它主要是針對川普主張在4月7號停火之後對伊朗港口的封鎖不算是戰爭行為。這個邏輯也能夠講得通哈，我也蠻佩服他的。不過從美國國內的政治覺得，他其實不算是真的跟你去交戰，然後呢轟炸。那雖然軍事封鎖在國際法跟國家的實踐上當然是戰爭行為的一種，不過從美國現在針對這個情況，共和黨大概還是買川普的這個說法。可是你就有3個議員，分別是緬因州、艾歐瓦州還有阿拉斯加州的參議員，我們講的現在都是參議員哈，都已經開始投票給民主黨的提案。那現在還有2個州，分別是密蘇里州跟賓州的2個共和党的參議員也說，如果這個情況再惡化下去，他們也會轉過來。那這個轉過來就會限制到，這個案子就可能會通過，會限制到川普。關鍵就是不只是他花錢哈，他軍事上也失利，他也是一個非法的侵略戰爭。你都跟人家在談了，人家談了都接受你的條件，然後呢，元首們聚會就會把人家一次給斩首、給端鍋。這個沒有什麼可信度而言的這種霸權。然後結果你軍事失利，然後你又打不下去，那封鎖其實不要聽我們台灣在翻譯，就是西方的媒體過去這段時間，他封鎖了将近造成70艘伊朗的軍艦無法離開。但這70艘是這段期間伊朗相關的這個船舶的2.25%，就只有1/4，就另外3/4的船其實是離開的，因為它只有20多艘軍艦，你在整個阿曼灣的外海去攔，也根本完全沒有辦法完全攔住。所以這樣一個情況，你封鎖也有限，你戰爭行為無法打，然後你又不斷的花錢，那當然這個在法律上其實也會面臨到問題。那同時呢，美國的 CPI 這幾天4月份的這個 CPI 消費者信心指數來到了3.8%，這個是3年以來的最高。然後呢，油價的飆高，然後我們如果用核心 CPI， 也就是把這些糧食的因素拿掉，也到2.8%。因為 CPI 我們希望它最理想是維持在2%。所以你看，不管是2.8%還是3.8%，這都是前所未有的高了。那這個就對未來的經濟以及選舉會產生影響。所以呢，這些參議員就知道，如果再這樣搞下去的話，他們搞不好選舉都會輸了。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